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把首付凑齐？小雅今天又跟我闹分手了，你是不是想让我打一辈子光棍？桃子，剧组这边马上能结片酬，我再找人借点。借，你能带来50万吗？那个演厨师的，发什么愣？赶紧端着菜上场啊！来了。借，你能带来50万吗？你是不是想让我打一辈子光棍？庸医，全是一群废物！王妃若是有个3长2短，本王诛你们9族！王爷，救我，好痛！这不是我下午拍戏的剧情吗？什么情况？我这是穿越了？说，是不是你在王妃的膳食里下了毒？来人，把这个贱奴拖出去，乱棍打死！冤枉，王爷冤枉啊！完了，我就是在这集杀青的。王妃吃了你做的晚膳，便腹痛不止，太医都查不出是何种奇毒。不是你这狗奴才，还能是谁？剧本，对，剧本。大闸蟹、柿子和剧本一模一样。慢着，我知道王妃中的是什么毒，我能救王妃。你若敢有半句虚言，本王将你碎尸万段！王妃不是中毒，是食物相克。大闸蟹和红柿子同时，谁吃了都会肠胃绞痛，痛不欲生。死到临头还敢满嘴胡言，几道寻常吃食混在一起，就能让人险些丧命。你当本王是3岁小儿？王爷不信，马上牵一条狗来，我当场证明给您看。若我说错了，不用您动手，我自己撞死在这珠子上。哼，老夫方才用银针验过每一道菜，皆无任何毒性。你这粗鄙之人，分明是自己下了毒，现在东窗事发，还敢拿什么食物相克来拖延时间，企图蒙混过关。王爷您看，这好端端的，根本毫无中毒之象，此人满嘴胡言，分明是在……这有什么不可能？你行医40余载，会不知道大闸蟹性寒，柿子带涩，两者同时会在腹中结成正块，绞断肠子，形同剧毒。你分明是故意装聋作哑，隐瞒着食物相克的杀局。老东西，连本王的王妃你也敢害？说，到底是谁买通了你？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是柳侧妃让老臣顺水推舟，只验单菜，绝口不提相克之理呀，王爷！你这厨子竟然还懂医理，快，怎么解此毒？只要能救王妃，本王赏你白银100两。去后府拿一大块生姜捣碎，兑上一大碗温热的红糖水，端过来给王妃灌下去，要快！王妃，感觉如何？王爷，臣妾感觉好多了，没那么疼了。那就好，王妃你快好好休息。今日若不是你，王妃危矣。本王说话算话，赏银100两。从明日起，
这王府的后厨由你全权掌管。谢王爷。去把柳氏那个狠毒的贱妇给我拖过来！王爷，妾身冤枉啊！妾身只是想孝敬姐姐，根本不知道那2样东西放在一起会有毒啊！王爷，贱人，太医已经招了，你还敢把本王当傻子糊弄？来人，把这毒妇发配到城外农庄干最脏的苦力，永远不许踏入王府半步！王爷饶命啊！王爷。林涛，护士站又来催缴费了 ，ICU 1天8000多，这才3天，咱们攒的首付就搭进去2万了，再这么治下去，这坑根本填不满。那是我亲爸，我能怎么办？肇事司机找不到，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吧？可咱们也得活呀，涛子，我不是心狠，是咱们真没这个能力。实在不行，咱们给叔叔办转院，接回县城老家的普通病房保守治疗吧。要是首付的钱全砸在医院里，咱俩的婚就真结不成了。这，老子辛辛苦苦供他上大学，一把年纪还在剧组跑龙套给他攒首付，他现在为了买房结婚，宁愿把我这个重伤的亲爹塞回县城小医院听天由命。林师傅，您可算醒了。林师傅，这是王爷赏您的白粮雪花银。太医说了，您就是受了惊吓，加上劳累过度才晕倒的，身体无碍。王爷发了话，以后这端王府的后厨就归您管了。这是真金白银。外面怎么回事？王爷正在院子里审问后厨的人呢。柳侧妃虽然倒台了，但那盘带着红柿子的菜能悄无声息地越过重重检查送上王妃的餐桌，后厨肯定有内鬼。大厨王胖子正在外面喊冤，非说是您故意下毒陷害他呢。哼！走，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把这屎盆子扣到我头上。王爷，您千万别被这狗奴才骗了。林大强平时就对后厨的管束心怀不满，那柿子肯定是他偷偷混进菜里的，然后贼喊捉贼，好抢走我这主厨的位置啊！是啊，王爷，林大强平时干活就偷懒，心思极坏，那盘菜就是他端出厨房的，肯定是他做的手脚。林大强，你作何解释？王胖子，你脑子里装的都是猪大肠吗？我一个连前5都排不进来的厨子，哪来的资格决定王妃的菜单？菜单上本来没有柿子，肯定是你洗菜的时候偷偷放进去的。管家，王府的日常采购都有账本吧？这深秋时节，红柿子可是稀罕货，王府平时根本不备。你去查查，今天厨房的采买单子上到底有没有柿子？回王爷，今日采白单上全是寻常肉菜，并无红柿子。既然采卖单上没有，这柿子是从哪儿来的？柳侧妃院里送来的东西，不经过你这个主厨的同意和记录，能直接上灶台吗？你要是没收柳侧妃的好处，我林字倒过来写。我没收好处，我就是一时疏忽。王爷，柳侧妃既然要买通主厨，给的肯定是重金。王胖子若是收了，绝不敢放在大通铺里，必定贴身藏着，一搜便知。来人，
给本王扒了他的衣服搜！王爷，这是柳侧妃最喜爱的赤金红簪，前几日还戴在头上。吃里扒外的狗东西，为了几两碎银，竟敢谋害王妃！拖下去，重打50大板，然后打断双腿，扔出王府！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王爷饶命！林主厨饶命！是我们瞎了眼，听信了王胖子的谗言啊！林大强，你心思缜密，揪出内鬼有功。从今天起，你就是这后厨的管事。他们若是再敢不服，你直接发落。谢王爷信任。拜见林主厨。100两银子，按照古代的购买力，这可是巨款。如果能带回现代，既然这把勺子能在昏迷时带我穿越，那现在我主动入睡，是不是也能穿回现代？没想到重伤的身体在双界穿梭后，竟然恢复了几分力气。银元宝带回来了。爸，对不起，儿子没用，我实在没那么多钱给您治病了，您别怪我。林涛，你想干什么？爸，你醒了。爸，你总算醒了。你感觉怎么样？刚才大夫说还得交5万的押金，我都快急疯了。叔叔，既然您醒了，说明脱离危险了，这就好。林涛这几天为了您的医药费，整宿的睡不着觉。我身体好得很，死不了，让你们失望了。叔叔，既然您现在意识清醒了，咱们就赶紧办出院，转回县城老家慢慢养着吧。这大医院咱们实在住不起，林涛为了给您交押金，差点就要动那笔首付的钱了。要是首付没了，我俩这婚真就结不成了。是啊，爸，这 ICU 是个无底洞。小雅也通情达理，没逼我要高价彩礼了。但这房子的首付，您看，咱们回家养着行不？行，听你们的，出院。爸，你同意了，太好了。那你答应给我凑的另外一半首付，下个月能到上吗？售楼天那边催得紧。首付的钱你自己想办法，从今往后我1分钱都不会再给你。爸，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给我凑首付，我怎么结婚？你不能不管我啊！叔叔，林涛可是您唯一的儿子，您跑龙套赚的钱不给他留着买房，难道要带进棺材里吗？他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好啊。我赚的钱，我爱怎么花怎么花，老子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你为了个首付要把重伤的亲爹接回仙村等死。林涛，你不是没钱，你是没良心。爸，我那不是没办法吗？我也不想啊。你要是不帮我，我这辈子就毁了。你的这辈子与我无关，以后我的死活不用你管，你的首付老子也不伺候了。大爷，您走错门了吧？咱们这儿可是卖真古董的，不收废品。我来卖东西。就您卖什么？家里祖传的破瓷碗，还是乡下收来的生锈铜钱啊？去，出门左拐地摊去，别弄脏了我们这儿的波梭地毯。让你们掌柜的出来，这是大钱关造的50两雪花银。大爷，您想钱想疯了吧？还大钱关造？您这横店买的影视道具吧？赶紧拿走，不然我叫保安了。小张，
住口！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掌柜的，有个老头拿个影视道具来咱们这儿碰瓷儿，我这就把他轰出去。老先生，这底部的大钱观音轻易如刀刻，这纯度是真真切切的古代官银，而且是品相最完美的孤品。瞎了你的狗眼，还不快给这位老先生泡最好的顶级大红袍！老先生，这宝贝您打算出个什么价？只要您开金口，我绝不还价。掌柜的，你既然识货，就你来开价，合适我就卖，不合适我就去别家转转。老先生，观音罕见，带有完整观音的更是绝品。我出这个数，只要您点头，立刻打款。500万，没错，500万。这可是大钱开国初期的官银，品相如此完美，放眼整个古董界也找不出第二地。老先生，这个价格您绝对不吃亏。500万，我在剧组跑了30年龙套，连这笔钱的零头都没见过。行，看你是个痛快人，成交，转账吧。老先生爽快，您卡号多少？500万到账了。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500万的单子，我的提成啊！师傅，去玉景湾售楼店。我这一辈子都窝在那个破出租屋，也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了。大爷，您是来这附近做工的吗？外面太阳毒，您喝口水歇会儿。我是来看房的。哎呦，这不是老林吗？老林，你平时在剧组跑龙套那么忙，怎么有空上这高端售楼物溜达来了？我家刚哥今年升了部门经理，非要带我来看看这玉景湾的房子。这不，刚看中一套100平的，首付就得100多万呢。林叔，这里的房子可不便宜。听说林涛最近正为了50万的首付发愁，您不去多跑几个剧组帮帮他，跑这儿来干啥？这套280平的江景大平层多少钱？大爷，这套是咱们这儿最好的现房，全款468万。老林，你这是跑龙套走火入魔了吧？在这儿演什么大老板呢？大家街坊邻居的多难看啊！全款刷卡。今天我想要拿到钥匙搬进去。林叔，您拿个空卡在这儿忽悠人家有意思吗？交易成功。468万全款。刘姐，100平的房子住着挺憋屈的。刚子既然当了经理，怎么也得给您买个200平的才算孝顺啊！你们慢慢看，我先去办过户了。前半辈子为了林涛，我活得又苦又累，现在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了，但这只是个开始。古代那头，我刚刚接手端王府的后厨，想彻底坐稳主厨的位置，光靠一次解毒还不够，我得拿出点让他们心服口服的真本事。鸡精10袋，生抽10瓶，13香5盒，极品辣椒面2斤。双穿规则彻底摸清了，只要握着那把古董铜勺入睡，我不但能来回穿梭，还能带物资。林主厨，您醒了吗？您快去前厅看看吧，王爷发了好大的火，把单房刚送过去的8珍席全给掀了。
怎么回事？饭菜不合胃口？王爷今日为了朝堂上的事儿忧心忡忡，已经1天水米未进了。刚才膳房把最名贵的熊掌燕窝端上去，王爷尝了一口就嫌腻，直接掀了桌子，说咱们后厨全是一群废物。你要是再不出手，咱们后厨所有人都得挨板子啊！别急，跟我去厨房。林主厨，您看这可怎么办？山珍海味王爷都不吃，咱们还能做什么呀？烧水，我要做一碗阳春面。清汤面，林主厨，您别开玩笑了，王爷连熊掌都不吃，您给他吃这等粗鄙的下人食物，这端上去，王爷非砍了咱们的脑袋不可。山珍海味吃多了，外加上虚火上浮，胃里早就腻住了。他现在缺的不是名贵荤腥，是一口能顺下这口气的清汤。放心吧，有我这把老骨头在前面顶着，砍不到你们的脑袋。把灶堂里的火升起来，烧水。林厨厨，您这碗里放了什么仙家法宝？为何会如此奇香扑鼻？我做了一辈子菜，从未闻过这种勾魂的香味儿。是我从老家带来的调料。走，随我去见王爷。王爷饿了1天了，肠胃虚弱。吃那些油腻的山珍海味只会反胃，尝尝我做的这碗清汤面吧。林大强，本王让你掌管后厨，你就拿这种街头的粗食来敷衍本王，你真当本王不敢杀你？王爷若是吃了一口觉得难吃，我的脑袋您随时拿去。好吃，真好吃！痛快！本王吃遍山珍海味，竟从未尝过这等奇鲜，没想到你竟有如此手艺。王爷喜欢吃就好。我这几日正犯愁皇上的60大寿，皇上为此特设了海鲜国宴大考。而太子为了垄断名额，联手商会垄断了京城所有的顶级海味。你既然有此等手艺，敢不敢用普通食材替王府出战？王爷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这里面是10两赤金，你随便花，只要能赢下国宴，本王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林先生您好，大门口有2位自称是您儿子和准儿媳的年轻人想见您，他们态度挺着急的，说是担心您的身体。您看，让他们在门口等着，我马上下去。叔叔，您可算出来了。昨天我初中同学小赵发了朋友圈，我们才知道您在这儿买了房。爸，您身体好点没？您既然有钱全款买大平层，干嘛还在医院试探我啊？现在首付不用愁了，这大平层正好能做我们的婚房。28岁的小伙子，遇到事情只知道躲在女人后面，或者冲着60岁的老爹伸手要钱，这哪里是个能顶门立户的男人，根本就是个被我从小溺爱废了的巨婴。林涛，买房的钱是我拿命拼来的，怎么花我自己说了算。你在医院里为了保住首付，要在放弃治疗书上像签字的时候就该明白。
我没义务养你一辈子。叔叔，您这话就不对了。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呀？谁家买房不是掏空双方父母的腰包？您既然有能力住这么大的豪宅，却眼睁睁着自己亲生儿子结不成婚，还要去外面租房子受苦，您心里过意得去吗？我没什么过意不去的。雄鹰想要展翅，老鹰就得把它踹下悬崖。我切断你的资金，不是为了报复你，是要打断你那根只会依靠别人的软骨头。从今天起，我的房子不给你住，我的钱1分也不给你花。爸，您真这么狠心，一点退路都不给我留？你想要退路，就自己用手去争。等你什么时候靠自己的双手赚到第一份能养活你自己的工资，什么时候挺直腰板像个男人了，再来叫我声爸。要是你连出去找个班上的勇气都没有，那你就当没我这个爹。刘队长，麻烦帮我送客，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要放他们进来。两位，请回吧。慈父多败儿，古代王府的生死局让我明白，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人终究只能靠自己立起来。我这是在救他。老板，进点什么货？澳龙、帝王蟹、东星斑刚从海边拉回来的，鲜活的很。最大的帝王蟹给我捞2只，澳龙要5只，还有那边那条红色的东星斑，来2条最肥的。好嘞，老板敞亮，这可都是顶级货，一只蟹少说也有7、8斤重。好，算算一共多少钱？总共12700块。钱付过去了。得嘞，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老板，拿一把最锋利的主厨刀，再配一把强力骨卷。大爷，这是德国进口加厚全钢骨件，别说蟹壳，铁丝都能给您嚼断。行，再给我拿一个最大号的商用高压锅。回去。林主厨，林主厨，您醒醒！怎么了？林主厨，您赶紧去前院看看吧。国宴大考的初选考官到了，说是要查验咱们端王府准备的食材，可咱们后厨都是普通食材啊。太子的动作倒是挺快，刚垄断了市场，立马就派人来查房，这是要在大考前就彻底断了端王府的念想啊！走，去会会这帮狗腿子。端王殿下，下官也是奉了太子的东宫令，例行公事，还请殿下把王府准备的顶级食材拿出来，让下官查验登记吧。查验食材，好啊！百户大人稍等，我这就去后厨把我们端王府的海龙王请出来。哼，海龙王，你这厨子好大的口气，本官倒要看看你能变出什么花样。端王殿下，实在不行就弃权吧，免得拿几条臭鱼烂虾出来，脏了皇上的眼。就是，聚仙阁那边可是早就备好了100年难遇的极品双头豹，你们拿什么比？哼哼，端个破木盆，弄半盆碎冰块，难道你想拿这点冰水去糊弄主考官？哼哼，那就让你们长长见识。这是什么怪物？啊！这身披重甲、大如磨盘的东西是什么？还有那鱼，通体赤红，犹如祥瑞之火。林大强，你从哪儿弄来的此等神物？回王爷，此乃深海霸主
铁甲神蟹与赤焰祥瑞，别说京城，就是整个大前王朝的疆域内，也绝对找不出第二份。敢问百户大人，这食材够不够格参加国宴大考？你，哼，有神物又如何？国宴比的是厨艺，这种浑身是刺的硬甲怪物，我倒要看你怎么做。咱们大考走着瞧。好，太痛快了！林大强，你真是本王的福将。3日后的国宴大考，本王亲自为你擂鼓助威。皇叔，听说你这王府厨子找来了深海神物，别是哗众取宠的障眼法吧？今日若做不出绝顶美味，可是犯了欺君之罪。太子耐心看着便是。大考开始，请各灶生火。林大强，我这可是提前熬了几天的极品2头鲍汤底，今日皇上可是会亲临品鉴，你现在才起锅，怕是有点晚啊。那是什么铁罐子？似银非银，没孔没眼，这闷罐子打算怎么做菜？妖法！那铁罐子要炸了！护驾，快把那个妖人拿下！退下，极品高汤已成。半个时辰熬出这种高汤，这怎么可能？高汤只是底料，今日端王府献上的乃是神海巨献。他竟能凭空生火，没有木柴，没有黑炭，竟然能喷出蓝色天火，这是仙家法器呀！请皇上品鉴。这就是这2天在传的深海神物，听说是你府上的厨子弄来的。真是什么都瞒不过皇兄，快尝尝看如何？府上的厨子说，这叫那什么火锅，只需将蟹肉在高汤里涮10秒即可。皇兄！父皇，这妖人下毒！闭嘴！蟹肉鲜甜无比，还有这能让人落泪的奇妙蘸汁，简直是神仙滋味啊！端王，你手下这厨子乃当世神厨，这国宴头名，非你端王府莫属。臣弟谢过皇兄。太子殿下，这端王如今得了圣宠，风头无两啊！父皇年迈，喜欢点口腹之欲罢了。天下终究是我这储君的。他端王厨艺再高，也得吃饭穿衣，也得养活手下那几千号门客。传本宫的密令，从明日起，京城72行商会全面封锁端王府，不许卖给他们1粒盐、1两糖、1滴酒，连过冬的木炭都给本宫掐断。本宫要从钱粮上活活困死端王府。殿下高明，釜底抽薪，不出半月，端王府断差断粮，必将不战自破。
怎么回事？府里拨了300两雪花银，让你们去采买过冬的米粮和精盐，东西呢？钱被你们私吞了。赵管家明鉴啊！小人们跑断了腿，可东市的米铺老板一听是端王府的马车，直接让人把咱们轰了出去，说1粒米也没有。西市的盐商更绝，大门紧闭，门房只丢下一句“库房走水”，连面都不见。还有城外烧炭的王麻子，宁愿把木炭倒进河里，也不敢卖给咱们啊！好一个太子，在太和殿上没讨到便宜，转头就联合户部和京城商会，给本王下这种断水断粮的绝户计。王爷，如今库房的营盐木炭等只够3日，若是强抢，太子必定上奏弹劾您滋扰百姓。可若是干熬着，不出7天，府里就要冻死饿死人，人心一散，咱们就全完了。我堂堂亲王，想不到此刻竟被一群见风使舵的商贾逼到了绝境。王爷何必为了几个蠢笨的商贾大动南火？林神厨，这可是釜底抽薪的死局，有银子买不到东西，你难道有破局之法？王爷，大钱的粗盐苦涩发黑，浊酒刺喉难咽，他们不是要封锁吗？行，咱们还不买了，过几天咱们端王府自己开铺子，坐庄卖货。林楚楚，您莫不是气糊涂了？制盐酿酒，光是搭棚建窖就要数月，远水解不了近渴啊！给我3天时间，现在需在城郊找一个绝对隐秘的空旷大仓，3天后我要让他们求着买咱的东西。有了皇上赏赐的古董，就有了无限可能。我的老天爷，这包浆，这雕工，林先生，您这玉碗，还有这3幅画，全都是毫无瑕疵的绝世孤品啊！林先生，行规咱们懂，不问出处。您是想走收购还是拍卖？收购能给多少？拍卖需要几天时间？拍卖的话需要走流程竞标，最快也需要3天时间。收购的话，我按最高收购价9000万，怎么样？好，那就收购吧。拿到钱后，我直接花高价买断了一个资金链湍裂的重卡物流园。要在古代搞轻工业，我必须拥有一个超大型的物资中转站，以及合法的掩护外衣。老总的位置你继续做，股份就按我们谈好的来。但我只有一条规矩：1号仓立刻换上最高级别的电子锁，除了我，任何人都不能进去。林董您放心，1号仓以后就是禁区，谁敢靠近，我打断他的腿！王雅，你真狠啊！嫌我没钱买房，跟一个开奔驰的包工图跑了就算了，连我交房租的最后2000块押金你都偷走。经理，我要干活，100斤的麻袋我也能扛，只要现在给我一口饭吃，我马上就去卸车。林董，您订的货全在这儿了，20吨1级小颗粒单七白糖，还有500坛65度纯粮原浆白酒，坛子全按您的要求去掉了所有现代包装，换成了无字粗瓷黑坛。账结清了，让叉车工出去，立刻锁死1号仓大门。干什么呢？没吃饭啊？你不是嚷嚷着什么苦都能吃吗？这卸车是计件的，全组人都等着你这一个拖后腿的，干不了现在就滚蛋，1分钱没有。
我能干。傲气被现实碾碎了，才能长出骨气。希望经历社会的毒打，你能真正成长起来。随着我在这两界穿梭的次数增多，这把勺子的力量似乎也在觉醒。只要是我双手触碰且属于我的死物，都能被红光包裹。真的都带回来了。王爷，这都第3天了，京城商会把咱们封得死死的。林神厨说去筹措物资，可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啊！外面那些商贾的眼线都在等着看咱们端王府断朝的笑话呢。罢了，老赵，备轿吧，本王这就进宫去求皇上。求什么？该跪下求我们的是外头那帮瞎了眼的商贾。林兄弟，你可算回来了。物资的事，王爷，我老家的隐秘商队已经把事儿办妥了，货刚刚秘密运进城郊那间空库房。备马吧，我带您去验验货。真弄到了！老赵，备马去城郊。这些全都是……这是何物？王爷，大钱的粗糖发黑发苦，你尝尝这个。甜，极甜，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苦涩和酸味。此等纯洁如雪、甜如甘霖的神物，简直是仙家之物。这叫什么名字？雪花白糖。好烈的酒香！酒遇火而燃，这竟是传说中只有神仙才能饮的琼浆玉液！哈哈哈哈！好一个雪花白糖，好一个烈火琼浆！太子不是要断我们的粮吗？从明天开始，我要让京城所有的达官贵人把家里的银子心甘情愿的全部搬进端王府的大门。瞧瞧，端王这是饿急了眼，跑大街上卖艺来了。全京城的盐铁良酒都被咱们锁死了，我倒要看看他今天能在这高台上卖出个什么来。诸位，今日端王府商铺开张，不卖凡品，只卖神仙用的宝贝。这是何物？盐不是盐，霜不是霜。李大人，此乃端王府秘制的雪花神糖，您尝尝。真甜，竟无一丝泥腥与苦涩。老夫要10斤，不100斤。这里是500两金票，速给老夫包起来！我的天，这世间竟有如此无瑕的甜味！别急，这黑盘子里的我包了，我出50两银子买这一口。不可能，大钱的糖房都在我手里，他从哪儿弄来这么白的糖？这颜色比这天上的雪还要白呀！雪花神糖只是开胃菜。好浓烈的香气，光闻着竟就有了些醉意。酒遇火而燃，神迹！这是神迹呀！痛快！这才是男人该喝的琼浆。林掌柜，这坛烈火雄粮，我出500两银子，谁敢跟我抢，老子劈了他！我出800两，给我留一坛就一坛。给你今天的工钱。今天虽然慢了点儿，但看在你咬牙卸完了一整车化肥的份上，没扣你钱。明天早上6点开工，迟到1分钟扣50。老板，来一盒最便宜的盒饭。
爸，原来100块钱这么沉，这么痛，我以前真不是个东西啊！废物！本宫把京城的钱粮大权交给你，你就是这么封锁端王府的？雪花神堂烈火琼浆，不过短短1日，京城1半的白银都流进了他端王府的库房。你这个商会会长是吃屎的吗？殿下，不是小人无能，是那端王府拿出来的东西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啊！那唐白的像雪，那就点火就能烧，满朝文武全疯了，连李首子都亲自下场抢购。小人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拦首府大人的车驾呀！李首府，端王想用奇技以鞘收买人心，做梦！传本宫的太子令，带上500兵马，立刻查封端王府的所有商铺。就说那什么神堂烈酒来路不明，恐有剧毒，乃是妖言惑众的违禁之物。谁敢阻拦，暗谋逆罪，就地格杀！王爷，不好了！王爷，不好了！顺天府尹带着几百个官兵，把咱们朱雀大街的商铺全给围了，封条都贴上了，说咱们卖的是毒物，还要抓人呢。太子欺人太甚，真当本王手里的剑是不开焰的吗？来人，备马！本王倒要看看谁敢封本王的铺子。王爷且慢，铺子让他封，一堆破木头房子而已，随他去。林兄，那铺子里可堆着咱们刚收回来的几10万两白银，那是咱们端王府的命脉啊！王爷，太子能封咱们的铺子，是因为他手握顺天府和兵权。可大钱的天下，终究不是他太子一个人说了算的。咱们不走正门，改走后门。王爷，听说外面……王妃来得正好。这水晶法器里的人是我。王妃，这是神仙镜，配合这块凝煮香皂沐浴，洗完后肌肤如丝般滑润，且100步之内体香数日不散。王爷，太子能管前朝，但他管不了后宫，让王妃立刻进宫，把这2样东西进购给当今皇后以及贵妃们。只要后宫的娘娘们离不开这些宝贝，太子的封令不用咱们去撕，皇上自然会替咱们撕得粉碎。兄弟，我们都等了2个小时了，麻烦挪个车，我们要卸货了。挪车？老子车坏了，水箱溜水，挪不动。想让老子走，行啊，给我拿500块钱修车费，不然你们今天谁也别想卸货。王牙抢了我的钱，现在连个流氓也要抢我的血汗钱。喂，臭要饭的，聋了，掏钱！废物一个！哟，想动手？老子今天卸了你一条胳膊！你干什么？物流园管理条例第8条，借故车辆损坏、恶意堵塞卸货主通道，严重影响园区运转者，园区有权强制脱离。所有拖车费用及造成的停工损失，全由车主承担。你不是说车坏了吗？好，我现在就按规矩帮你拖走。兄弟们，他不让咱们卸货，就是断咱们的饭碗。咱们按规矩办事，合理合法。大家一起上，把钢丝绳挂上，用大叉车把这破车拉到废料区。他今天要是敢动一下手，就是寻衅滋事，直接送他进去蹲大牢。还要他赔咱们所有的误工费。对，咱们是园区规矩办事，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挂绳子，拉走他。知法懂规矩，知道借势掀桌子，还能合理合法煽动群众情绪。巨婴终于断奶了，长出獠牙了。
端王妃，这神仙镜当真是从端王府的商铺里买来的？唉，回娘娘，正是。只可惜这神物恐怕以后都见不到了。今日一早，太子殿下以妖言惑众、私售毒物为由，让顺天府把端王府的商铺全给查封了。妾身手里这面已经是绝版了。放肆！这等能召见前世今生的仙家法器，那凝脂留香的神仙香皂，太子竟敢说是毒物，他眼里还有没有本宫这个母后？皇上驾到！皇后，你宫里今日焚了什么异香，竟如此沁人心扉？皇上明鉴，臣妾未曾焚香，这是端王妃刚进贡的凝脂香皂的留香。皇上您再看看这个，这是朕，纤毫毕现，宛如真人被封印其中。世间竟有如此神物！皇兄，王爷只是想替皇家寻些奇珍异宝，不知怎么就得罪了太子殿下，落得个商铺被封，扣上谋逆毒物罪名的下场。胡闹！端王在国宴上献的神海螃蟹，朕吃得好好的。今日这神镜香皂更是绝世无双。太子这不仅是打端王的脸，更是在打朕的脸。传朕口谕，顺天府立刻撤去端王府商铺的封条，太子干涉内务，罚俸1年，禁足东宫思过半月。另外，让端王明日进宫，给朕和后宫各宫娘娘每人备一面这神仙镜。王爷，朱雀大街的封条撤了，顺天府尹满头大汗，亲自带人撕的。太子的兵马呢？商铺那里情况如何？全撤了。大内总管亲自带了3大车御赐金银，正大张旗鼓堵在咱们大门外，说是后宫娘娘们为了抢琉璃镜和香皂闹翻了天。皇上亲自下达口谕，谁敢封殿，严惩不贷。咱们王府这回要赚翻天了！哈哈哈哈！这林先生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太子这次是硬生生被后宫的女人把脸皮给撕下来了。刚才的事儿是你带头做的？对，他恶意堵塞通道，敲诈勒索，按园区第8条规矩，我带人把他的车掀了，要赔钱，要开除，冲我来，跟其他人没关系。有点种。从明天起，你不用扛麻袋了，去后勤调度室当个小主管。另外，园区外面那个幸福里回迁房小区也是咱们园区的产业，那地方鱼龙混杂，全是钉子户和地痞，物业费3年没收上来了。林董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你，给你1个月时间，收不上来物业费，你还是卷铺盖滚蛋。明白，绝不让林董失望。太子的私兵军饷全靠咱们酒楼每日进账的流水。林大强那个妖人，总不能天天给百姓喂几10两银子1两的神糖吧？这种平头百姓的一日早餐，他拿什么跟咱们争？林兄弟，咱们对门可是京城第1的聚仙阁，你这白水煮面连块肉骨头都没有，1文钱1碗，怎么抢他们的生意？哼哼，王爷，你可还记得那碗清汤面？你是说……王爷等着看便是。这是什么味道？这么香？是那家面棚，走！客官，你别走啊！哎呦，你这人怎么打人啊？不可能，清水煮面怎么会有堪比百年海鲜高汤的奇香？怎会如此？我学厨40载，熬干了心血才炖出的极品高汤，竟敌不过这一撮白色的晶体。我引以为傲的厨艺是个笑话，是个彻头照尾的笑话。得快点，去晚了连面汤都没得喝了。喝了。什么？聚仙阁倒了！哈哈哈哈！本宫用来养私兵的钱袋子，就这么被1碗清汤面给砸碎了。太子。
哟，物流园又换新主管了，毛都没长齐，也敢来收你豹哥的物业费？豹哥，你在小区里违规堆放砂石建材，垄断居民的装修材料，强买强卖，3年欠了园区8万多的物业费。今天这钱得结清，外面的沙子必须清走。小子，老子在这片混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想要钱？行啊，有种你把我停在小区里的10辆运沙车给砸了，没那个胆子，就乖乖给老子滚出去倒茶。既然豹哥不交，那我就按规矩办了。嘿，哈哈哈，怂包，还以为多硬的气呢。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各位业主，由于本小区物业费严重亏空，导致道路年久失修，物流园今日起对小区所有出入口进行全封闭，道路检测与重卡压路施工，施工期暂定1个月。你他妈玩阴的！豹哥，我可没砸你的车，我只是合法施工。你的运沙车出不去，1天的违约金是多少？你这8万块钱的物业费是今天交还是1个月后交？我交，我立刻转账。没钱坐什么车？滚下去！跑！你还能往哪儿跑？你那个开奔驰的李老板早就卷钱蒸发了，他拿你身份证借的30万高利贷，白纸黑字，你能跑到哪儿去？求你们放过我，我的积蓄全被他卷光了，你们把我的出租屋都砸烂了，我真的连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我管你那么多，明天要是再看不到钱，有你好看。林主管好，林主管，今天3号床的货已经全部装车完毕。林涛，涛子，我终于找到你了，我错了，我被那个王八蛋骗了。其实我心里爱的一直都是你啊，咱们复合吧，我明天就给你生个大胖小子。松手，你弄脏我的制服了。涛子，你不能这么绝情啊，我可是你初恋，我还替你爸交过医药费的押金啊。把他赶走，再敢靠近大门半步，直接报警。是。林涛，你个没良心的王八蛋，你不得好死！各部门注意，12号站台准备接收新货，叉车组立刻就位。城南大面积房屋被暴雪压塌，遇难者已过数百，城外流民更是数以万数。这百年不遇的暴雪是要亡我大钱吗？父皇，天降大雪乃是天灾，儿臣已命京城商会全力筹集木炭和冬衣，只是大雪封路，这炭价和棉价已经涨了10倍。国库若要赈灾，恐需立刻拨银500万两，交由商会统筹调配。10倍！你手下那些黑心商贾，分明是在囤积居积，发国难财。百姓连树皮都啃不上了，哪里买得起10倍的木炭？把赈灾银交给你，能有几成落在灾民手上？别吵了，端王，朕命你配合太子，即刻开仓放粮，安抚灾民。若生民变，朕为你们试问。林林兄弟，太子的商会把京城所有的木炭和棉花都垄断了，咱们府上的存货根本不够救济几万流民。这冰天雪地的，若是死伤无数，皇上降罪下来，咱们可就全完了。太子想发国难财，他也不怕被自己的木炭给撑死。王爷，
立刻去城外难民营搭建粥棚。木炭和冬衣的事儿交给我，我要让太子的商会把吃进去的血汗钱连本带利全吐出来。园区所有重卡立刻倾巢出动，去隔壁省的3大型劳保用品厂和食品加工厂，给我把10万件军大衣、5万箱高热量压缩饼干，还有5万吨蜂窝煤全部拉回1号大仓。是，保证完成任务。古代棉花御寒能力极差，木炭燃烧效率也低，在现代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军大衣和蜂窝煤面前，古代的御寒物资连垃圾都不如。走！看端王拿什么赈灾，等冻死了人，本宫就参他一本赈灾不力。端王殿头发冬衣了，发冬衣了！什么？走！好暖和，好暖和！这衣服一丝风都不透，里面简直像揣着个火炉啊！各位，这叫天宫煤，一块能烧2个时辰，无毒无烟。每个帐篷领1个铁炉子，3块煤。这是压缩鲜饼，把那压缩鲜饼掰碎了，拿血水煮成糊糊，吃一口，管饱1天。活命啊！端王殿下是活菩萨啊！完了，全完了！咱们商会高价囤的几百车木炭和棉花，彻底砸在手里了！林大强，你这妖人，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这些神仙物件？这就是你这个大钱储君干的好事！10倍的炭价，你联合商会囤积居奇，视百姓如草芥。若不是端王弄来了这等密不透风的神医和能烧2个时辰的天宫煤，我大钱的京城此刻早就变成了人间地狱。父皇，儿臣知罪了，是钱百万那个奸商蒙骗了儿臣啊！住口！传朕旨意，太子无德，剥夺储君之位，废为庶人，即刻圈禁宗人府。京城商会所有涉事商贾抄家问斩，家产冲入国库赈灾。父皇，父皇饶命啊！父皇，皇帝，此次雪灾，你救了10万百姓的命，满朝文武唯有你把大钱的子民装在心里。朕老了，几个皇子皆是不堪大用，这大钱的江山交给你，朕放心了。你旨，端王贤德，救万民于水火。即日起，立端王为皇太帝，赐居监广府，代朕总揽朝政。臣弟领旨谢恩。林先生，借天火，降神医，此等通天彻地之能，朕叹服。今日，朕拜林先生为大钱国师，赐紫禁城成辇，见君不贵。臣等叩见国师千岁。在古代，我这个龙套大爷已经站到了权力的最顶峰。接下来，该回去收拾现代那个还在经历最后试炼的臭小子了。林主管，省道结冰，高速全部封路，咱们给市医院运送的100箱集血浆油滤车全被困在30公里外的盘山公路上了。
林主管，那批血晶是用来救命的，还有2个小时，如果送不到医院，血晶全部报废，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们物流园等着破产吧！外面零下10几度的暴风雪，盘山公路结了足足3厘米厚的死冰，重卡根本爬不了坡，普通救援车一挂挡轮子就打滑。涛哥，没法救了，这根本就是个死局啊！2组、3组的所有铲车司机，跟我走！通知维修部，把库房里那台老式履带推路机给我开出来，轮子打滑，咱们就用履带碾过去。林主管，那推土机没有暖风，这天寒地冻的，开30公里山路，人会冻死在驾驶室里的。人命关天，那批血清，我就是用肩膀扛也给你们扛下山。去准备一下吧，等他把这批救命的血浆送下来，就是我这个董事长正式见他的时候了。不能松手，死也不能松手！主管，不行啊，冰太厚了，钢丝绳挂不上。起开，我来。戴着手套根本摸不清锁扣，必须一次挂死。挂上了，退后。来了，血浆送到了。林主管，活菩萨，你们物流园救了50条人命啊！老子把事儿办成了。爸，我爸不是跑龙套的吗？怎么会从上下来？怎么会被整个物流园的高管当祖宗一样供着？林总管，这位是我们远洋物流园的图资董事长林董。林董，那天我快饿死在街头，招工处偏偏贴出包吃住的告言，根本不是巧合，对不对？怪不得豹哥闹事了的时候，保安队长敢直接放权让我去处理物业纠纷。怪不得我一个下苦力的，能一路畅通无阻提拔成后勤主管，全是你安排的。哪有什么天上掉馅饼？我扛过的每一滴血，挨过的每一顿毒打，全是你亲手给我布下的试炼场。手上的皮长好了就是茧子，以后没人能再扒下你一层皮。小子，这门生存课你满分毕业了。爸，我错了，爸，我以前真不是个东西啊！谢谢您没放弃我，谢谢您。哭完这场，跟我回总部大楼，老子的千亿帝国还指望你来挑当粮。开炉！皇帝万岁！国之千岁！国师，这便是你所说的重工业吗？如此恐怖的产铁量，若是用来打造兵器和铁甲，我大钱的铁骑岂不是能踏平四海八荒？陛下，兵器只是小道，您看那边。没有马拉，没有牛拽，这铁疙瘩竟然自己拉着成百上千石的货物跑了起来，这是神仙法术吗？这叫蒸汽机，是时代的洪流。陛下，有了这钢铁和蒸汽，不出10年，大钱的龙旗将插满这天下的每一个角落，这才是我送给大钱真正的大礼。好，大钱有国师胜过100万雄师，传朕旨意，
全国增开矿山，倾举国之力，随国师开启这重工盛世。张总，15%的利润让步是底线。远洋物流现在的运力网覆盖全国，我们能给你们的效率远超这15%的差价。签，大家共赢；不签，门在后面，慢走不送。林总，您这雷厉风行的手腕，真是深得林老董事长的真传啊！行，这合同我们签了。爸，您尝尝，这茶是昨天刚空运过来的。这并购案拿下来，咱们集团明年的利润至少翻一番。您这甩手掌柜当的舒服，儿子我可是连着加了3天班了。怎么嫌累？嫌累就回物流园搬货吧。别，给您打工，儿子心甘情愿。等这周末忙完，我陪您出海钓鱼。上次那艘新买的豪华游艇还没下水呢。在古代，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前国师，手握重工科技，将现代工业的降维打击发挥到了极致，推动着一个帝国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在现代，我是身价1000亿的幕后财阀，每天养花遛鸟钓鱼，享受着真正的父慈子孝。这才是人生啊！